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综艺首秀被套路，年轻人不讲武德只讲综艺感，效果喜人。要说2025年谁的综艺感最强，目前为止诚意无人能替，成为节目中游戏黑洞，坑坏队友。年轻人不讲武德只讲综艺感。2025年综艺的样式各种各样，综艺的增多，艺人出镜的机会也就增多。诚意在影视界是作品成山的老人，但是在综艺界算是个新人，对于综艺的各种套路都不知，宛如一张白纸。这不是在奔跑吧黄河就遭遇滑铁卢，成为综艺界的游戏黑洞。诚意在节目中被队友忽悠的找不到北，游戏环节，诚意总在 2G 网络世界里卡顿，超长延时是常态，总是被别人带着走，安全迷失方向，没有主线。如果和综艺界的老咖李晨、金靖和沙溢等玩，估计玩上10000年都不会赢。在奔跑吧黄河第2期节目中，有2个环节最为明显，是诚意综艺新秀的最佳体现。第一处，猜名字，名字已上头，诚意头上顶着的是容嬷嬷3个字，第一个问题就被金靖带偏，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诚意，他是拍电影的还是不是拍电影的？李晨、蔡徐坤，行业内的。金靖，不是吧，他本人根本就不是行业内的，他是服务人员，服务性工作 VIP 专门服务 VIP 的。误导1号选手上线，这样一个答案把诚意弄迷了，刚刚有点思路，这下全完了。诚意第2个问题就可以看出这道题他是没希望猜对了。诚意，他是开火锅店的还是？大家哄堂大笑，感觉尴尬的诚意知道这个问题问的不对，有点离谱，赶紧往回找补了一句，他不是服务行业的吗？沙溢这时给了一个答案，满足了诚意的好奇心，但他一直在沟里，从来没有上来过。沙溢，家政，算是跟服务行业沾边。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猜不对了，太难了，对于诚意来说太难了，都在忽悠诚意，把诚意带得偏偏的。直到后来李一桐猜到自己头上的字，诚意对于自己头上的字还是一头雾水，猜的都不沾边。游戏结束了，在画面的里面，诚意还扭过头和金靖讨论，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可以想象一定是在讨论头上的字是什么。说悄悄话的2位，诚意是综艺首秀的秘密是被金靖说出来的，完全不懂综艺的套路。综艺要效果，程憨憨一直在做效果，可谓是尽职尽责啊。第2处，保卫牛肉环节，保卫牛肉。游戏规则，所有的拉面必须围着牛肉，一共25个方格，谁先猜到牛肉在哪个方格里面获胜。诚意对这样的游戏规则一知半解，虽然是第3组上场也挡不住综艺之神，游戏黑洞附体。认真学习的诚意是游戏中是第1个猜中李一桐摆放拉面的位置，25号是拉面的位置。根据比赛的规则，拉面必须围着牛肉放，那么牛肉的位置可能在20和19号、24号已经说过了。然而猜数字不做笔记，完全靠记忆的诚意翻车了，猜了22号。全员震惊，综艺首秀猜了个3不沾的号码，综艺感满满，不得不佩服。对于这样的答案，貌似是不想赢。其他的队友纷纷上来质问，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数字呢？脑回路清奇，搞不懂规则的他，游戏对他来说太难了。对自己的评价，诚意在自己的微博中也表示，游戏对他来说太难了，压根没有领会游戏真谛。作为综艺首秀的诚意，吃了满满的套路，下次上综艺就有谱了。当然，在 Angelababy 和李晨的耐心辅导下，终于猜对了。20号是牛肉，
成功赢得了比赛。程毅综艺的首秀，比起李一桐来说，他还没有猜对一个呢。程毅喝的全是醋，一口面都没有吃。程毅在电视剧、电影里演的角色都让人记忆深刻。琉璃剧照，《青云志》里面作风正派、飘逸冷峻的青云门弟子林惊与怒海潜沙和秦岭神树里面一人分饰两角，出演淡然冷漠的小哥张起灵和热血男儿张不逊。琉璃里面冷静自持、温柔痴心的黎泽公弟子与司凤等众多角色都是个性鲜明、演技满满。年度男演员第1名，在新浪年度男演员投票中，截至发稿一共获得1009165票，位列第1名。紧跟其后的分别是王一博和易烊千玺。努力中的程毅，程毅的综艺首秀玩游戏成了综艺游戏黑洞，但是在影视界的地位不容忽视。综艺节目要的是综艺效果，程毅完全成全节目的需求。奔跑吧黄河第2期笑点都是程毅给的，没有搞笑的灵魂人物，节目就没有灵魂。程毅为了节目也是拼了。程毅2025年会有更多的新戏上映，期待综艺游戏黑洞的程毅带给我们更多好的作品，更多好的角色。最后再说一句，程毅满满的综艺感，一键3连，为程憨憨的计策点赞，点赞3秒，惊喜马上来。程毅综艺首秀翻车，贵圈的说话艺术，程毅确实还需要练练。作为2025年新晋爆红小生，拿到手的资源也算是不错了，不管是影视资源还是综艺资源。最近他还加盟了《奔跑吧黄河篇》，这个位置当初的竞争还不小。节目播出后，因为一直是游戏黑洞，玩游戏一直看不懂规则，争议也不小。不少人觉得程毅的表现有点太过刻意，不知道是真的双商不高，还是为了节目效果。当时金靖忍不住吐槽他，也有粉丝去金靖下面留言，说他不应该做这种表情，给程毅惹了不少是非。瓜姐看了一下金靖动态底下，确实有人质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程毅，和程毅玩游戏的时候一直是一脸嫌弃。但其实如果看了完整综艺节目的表背，应该可以看出来，这真不是金靖的问题，因为除了他、Baby、李晨、蔡徐坤在程毅变游戏黑洞的时候，都流露出了很微妙的表情，但大多都是没有恶意的在看热闹而已。程毅的性格很内向，在节目中可以看出他表现得很拘谨，但他对每一位录制嘉宾都很礼貌，就是他隔着毛晓彤跟蔡徐坤聊天这一段，又被吐槽操作挺迷的，特别是蔡徐坤问他家在哪儿，程毅却请他来自己剧组玩，就被嘲了一波不配。但脑补他是在向蔡徐坤炫耀自己有戏拍也大可不必吧，只能说贵圈的说话艺术确实还需要练练吧。